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后赴山海，程毅一人演三角，在线分身试演技。武侠迷们久等了，继莲花楼之后，程毅携新剧赴山海强势回归。这一次，他是现代社畜萧明明，是成长型少侠萧秋水，是权力帮主李晨舟。没错，他又一人分饰多角了。一人分饰多角对程毅来说好像是个基本操作，感觉时间够用的话，这哥一个人能把整个剧组的戏都演了，而且观众还不会出戏。不信你看，琉璃痴情司凤与神性西玄。程毅的分身术初露锋芒是在琉璃剧中，他主要饰演了两个角色：清纯少妖司凤和天地之子西玄。这部剧中，程毅饰演的与司凤以时事虐恋成就了古偶剧的虐心天花板。由于角色设定，剧中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戴着面具，但他依旧通过精准的演技，将角色的隐忍、深情与痛楚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面具遮住半张脸时，司凤仅凭眼神便能传递出少年的慌乱、爱意的萌动与绝望的挣扎。例如，和女主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的眼睛里是少年人的慌乱，毕竟这时候的他是个从小没出过岛的清纯少妖。结果晚上回忆的时候，又开始小鹿乱撞，这眼神就是春心萌动的具象化。情人咒发作时青筋暴起却强忍泪水的特写，则让观众跟他一起疼到撕心裂肺。对了，还有司凤的打戏，在13届打戏里，程毅就已经开始自己打自己家绿幕直出了。而西玄则是救赎的神，是来自天界的白月光，是神性的代名词，出场不到10分钟，却足够让人念念不忘。司凤带着毛茸茸的少年感，西玄则主打一个神爱世人、温柔、沉稳又可靠。除此之外，琉璃中还有9生9世的历劫情节，每一世的不同身份与情感递进，更展现了程毅对角色内核的精准把控。沉香如屑、应渊、唐周与玄烨，经典永流传。在沉香如屑中，程毅分身术进化升级。在这部剧中，程毅饰演3个角色：应渊帝君、唐周、玄烨。高冷神君的隐忍克制，凡间少年的灵动腹黑，修罗王的邪魅狂狷，每个角色他都能精准拿捏。这么说吧，这3个角色主打一个爹是爹，仔是仔，哥是哥，弟是弟。比如应渊第一次见到玄烨，平时静水流深的几万岁老神仙，看起来居然像个小朋友，而玄烨则依然是个王者。然后应渊瞟了一眼玄烨的剑，就很像那种犯了错误准备接受爸爸毒打的小孩，眼里充满了害怕。而这就是程毅想演出来的感觉。他在关于这场戏的讨论里说，孩子对爸爸会有点害怕，这种害怕可以理解为尊敬、敬畏。任何爸爸其实在儿子心目当中都是一个神。程毅真的，他不仅能说出来，还能演出来。而唐周表白那集，即使唐周和之前的应渊是同一妆造，可看起来就是明明白白的2个人，完全不会串角色。只能说，程毅真的很会演。莲花楼，李香怡与李莲花，他好像真的演了10年。在莲花楼中，程毅挑战了从武林巅峰跌落的神坛人物李香怡，与隐退后淡泊避世的李莲花。前者是意气风发的天下第一，后者是看透世事的江湖游医。他通过体态与气质的转变，将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演绎得极具说服力。李香怡的肆意张扬，气场全开，而李莲花则以松弛的肢体语言和柔和却略带敷衍的语气，展现历经沧桑后的通透。看剧的时候一度怀疑这2个角色是2个人演的，感觉程毅真的演了10年。不仅如此，从剧中为数不多的片段中也可以看出，
程毅把李香怡到李莲花的转变也演得入木三分。第40集种萝卜的片段，明明是李莲花的装扮，她的脸上却又是李香怡的神情。第一次去当铺当令牌的时候，她还有点意难平，可当她攒够50两银子，能赎回令牌却放弃的时候，那个笑容就完全是李莲花了。程毅真的把李莲花演到灵魂了，怪不得这个角色会让人念念不忘。傅山海一人三角的演技新期待。在即将开播的《傅山海》中，程毅再度突破自我，一人分饰萧秋水、李晨、周雨潇、明明3个角色。这种分身式演技不仅考验对角色的理解，更需要极强的表演张力。程毅的完成度令人期待值拉满。《傅山海》中既有快意恩仇的武打场面，也有虐到极致的自我成长，再加上穿书加系统加武侠的新奇题材，这部作品绝对值得加入追剧清单。从用眼睛演戏到用灵魂拓印角色，程毅证明了真正的演员无需依赖滤镜与套路，只需用真诚与实力让观众共情。相信《傅山海》可以带给观众新的精彩，也相信江湖永不落幕，程毅的演技永远在颠覆想象的路上。莲花楼狂揽30亿，程毅的古装魅力凭啥让人一眼万年？提起程毅的古装扮相，总能轻易勾住观众的视线，尤其是在大热的莲花楼里，他塑造的李莲花李香怡简直是把角色的魂给演了出来。一个眼神的微妙切换，就能把人物内心的挣扎、隐忍或是那份看似不羁下的深沉传递得淋漓尽致，让屏幕前的我们跟着角色同悲同喜。不得不说，古装剧这碗饭真不是光靠好看就能端的。总有人觉得古装剧嘛，披件袍子摆个 pose 就能火，这话可当真不得。真正能让一部剧深入人心的，还得看演员能不能赋予角色生命力。程毅显然不是走花瓶路线的，他亮出来的是实打实的真功夫。无论是台词的顿挫、细微的肢体语言，还是恰到好处的面部表情，他总能精准地踩在点上，让观众瞬间被带入那个江湖世界。莲花楼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瞧瞧那实打实的数据，2023年在网络平台累计播放量冲破30亿大关，豆瓣评分更是稳稳地站在8.5分。这年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剧本硬伤，演技拉胯，谁还会真心实意的买单？程毅饰演的李莲花，外表看似潇洒随性，甚至有点江湖浪子的味道，骨子里却背负着沉重的过往和一份不灭的大义。他能用一个细微的眼神，让你读懂角色的千回百转，这份功力绝非一日之功。客观来说，程毅的长相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惊艳四座的神颜，但他身上有种特别的亲和力，五官耐看，笑起来的时候真诚的像隔壁邻居家的大哥哥，这种不带攻击性的气质反而更容易拉近和观众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演戏是动真格的，是全身心投入的。据说拍《怒海潜沙》时，有个探险动作他愣是琢磨练习了上百遍，就是为了追求那份让观众信服的真实感。这种死磕细节的精神挺让人佩服。要说他拍戏有多投入，莲花楼里那场雨中打戏，程毅足足在水里泡了6个钟头，浑身湿透了还在那儿较劲，连导演都忍不住夸赞他的敬业。这份付出最终都转化为了角色魅力的一部分，观众是能看到这份用心的，所以才能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，跟着他哭，跟着他笑。古装剧市场从来都是神仙打架，每年新剧层出不穷，真正能被观众牢牢记住的却是凤毛麟角。程毅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杀出重围，靠的是对角色的深度挖掘和理解。接下一个角色前，他会花大量时间去啃剧本，反复揣摩人物的前世今生、性格逻辑和内心动机。拍《莲花楼》
为了让打戏更具说服力，他还专门去补了武术基础，这才有了荧幕上那些干净利落、行云流水的动作场面。恰好近期的古装剧市场也显现出回暖迹象。前2年受大环境影响，整个影视行业略显沉寂，但根据行业数据显示，2024年的古装剧立项数量有了明显增长，比去年多了2成。这意味着观众压抑已久的追剧热情有了释放的出口。可以预见，凭借程毅积累的口碑和实力，他的下一部作品很可能再次点燃观众的热情。程毅的走红也引发了行业内外对于古装剧成功密码的讨论。答案其实越来越清晰，单靠流量明星或华丽服化道已经很难支撑起一部爆款剧了。观众的审美日益挑剔，他们要看的是扎实的演技、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，这3者缺一不可。程毅用他的实践证明，在这个时代，演员的业务能力才是最硬的通货。他不热衷于追逐转瞬即逝的流量，也不靠花边新闻博眼球，只是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地磨练演技、塑造角色，这份专注本身就值得点赞。说到底，程毅的经历对我们普通人或许也有点启发。无论身处哪个行业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，那股子用心投入、踏实肯干的劲儿总是没错的。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可走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。看着程毅塑造的那些鲜活角色，或许也能激励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轨迹里再多那么一份坚持和努力吧。